現在羅德里戈心態上把位置擺得很正，一門心思就想給姆巴佩做球衝擊路，估計呀也是突然領悟了，在皇馬現在只能給姆巴佩打下手才有機會首發。不過今天熱刺的里沙利松這是在踢球還是打架呢？85分鐘，里沙利松騎在人身上掐脖子；88分鐘，對着身後的弗林彭來一下，弗林彭滿嘴鮮血。看完下半場，發現里沙利松和熱刺上半場的動作還是收斂了許多的，所以也算離譜，里沙利松應該得2張紅牌吧。哈蘭德跟姆巴佩同時閃耀，以 C 羅的數字作為偉大的標尺，他們各自正在用恐怖的方式丈量並且跨越這些標尺，這真是一個屬於進球紀錄的瘋狂時代。朋友們，今天的比賽，昨天老 K 幾乎全部猜中。阿森納和曼城現在關於英超冠軍的爭奪已經進入白熱化。紐卡斯爾對切爾西，托特納姆熱刺對利物浦，踢得怎麼樣？咱們在節目中娓娓道來。昨天老 K 忘了提醒大家點讚，結果整個節目的播放數大受影響。所以如果不麻煩，謝謝您評論、點讚、熱推和分享，也謝謝您的訂閱，謝謝。好，今天西甲的比賽，皇馬也如老 K 所願，2-0拿下了塞維利亞，迎來了3連勝。上半場兩邊的弗蘭加西亞和伊薩克羅梅羅都錯失了單刀球機會，而羅德里戈在38分鐘開出任意球，貝林厄姆頭錘破門。下半場68分鐘，對面的馬科斯特謝拉2黃變1紅。86分鐘，羅德里戈造了點球，姆巴佩主罰命中，最終2-0取勝。這場的 MVP 真應該給羅德里戈。他在場上太強了，擋都擋不住，跑位也好，技術也好，球商也高，而且整場都在跑，防守積極性極高。現在羅德里戈心態上把位置擺得很正，一門心思就想給姆巴佩做球衝擊路，估計呀也是突然領悟了，在皇馬現在只能給姆巴佩打下手才有機會首發。現在的巴西雙子星，皇馬離不開他們，所以阿隆索棄用了半個賽季的球員，目前卻成了皇馬的大腿。而且老 K 還要說一句，恩德里克真不該走，沒準恩德里克也能爆。不過今天的皇馬仍然是進攻靠羅德里戈，防守全靠門將庫爾圖瓦，越來越像利物浦，最後20分鐘甚至能被10個人的塞維利亞摁着打，各種一腳被打穿。皇馬現在的比賽也是真有內容，踢誰都像踢歐冠決賽一樣的激烈和刺激。就想起庫爾圖瓦過去說過主教練安切洛蒂讓我在訓練中放一些球，來給自己的前鋒們信心。哇，這真的細節了。真到比賽上，庫爾圖瓦不放水，你才知道他有多強。所以這場贏了，真得感謝庫爾圖瓦、貝林厄姆和羅德里戈。貝林厄姆打破僵局，滿場飛奔，上半場就貝林厄姆來回跑。貝林厄姆踢得超棒，為這支皇馬他真的奉獻了許多。現在貝林厄姆和巴爾韋德放棄自己的地位，放棄球權，放棄開火權，頻繁的回防補位，但是他依然有頂級的門前嗅覺和完美的頭球，從左防到右。最後時段幾乎快和羅德里戈雙雙在門前造點球，他的踢球風格呀就是盤帶，組織不是他的強項，有時候盤帶多了確實會有些失誤，可是貝林厄姆的過人成功率一直很高，在場上攻防都有他的身影。踢了2個半賽季，貝林厄姆從影鋒快被改成後腰了，但即使是後腰還是大力投球，還是那個世界第一中場，君臨天下這一塊，貝林厄姆有着常人無法企及的高度。今天的比賽姆巴佩不能表揚，維尼修斯的2次空位，姆巴佩沒傳還自己讀，可是小熊維尼修斯斷下球想都沒想，馬上傳給空位的姆巴佩。也許是姆總太想破個人紀錄了吧，生日快樂姆巴佩。不過今天踢得有點急，還是得總結總結。但凡未來的皇馬，姆巴佩、維尼修斯、羅德里戈和貝林厄姆能夠踢出兄弟足球，能夠互相愛做球愛傳，那皇馬才真的有希望。而本場表現，真正的維尼修斯該有的表現，不瞎帶，無私的傳球，突破也犀利。當了隊長，狀態也不一樣了，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和裁判嘰歪嘰歪了。本場球他只要邊路拿了球就下底，一定會无私的往中路傳。今天維尼修斯地面爭搶了13次，成功了10次，嘗試過人9次，成功過人6次，均為全場最高。那麼今天比賽結束後，過去是皇家馬德里抱怨裁判。今天賽後，塞維利亞的中場阿戈梅怒不可遏，直接將矛頭指向了當值裁判組。阿戈梅直言不諱地說：“每一次踢這種比賽判罰都不正常，真想罵人。有些判罰我實在無法理解。今天發生的一切，大家都有目共睹，在我看來簡直一目了然。這場比賽的裁判判罰，我還是閉嘴吧。再說下去就要說些不該說的話了。年年都是如此，每一次踢這種比賽總會發生同樣的事。
我們是來踢比賽的，但有些因素並非我們能夠掌控。確實，今天比賽過程中，多名塞維利亞的球員都對裁判的判罰難以置信。伊薩克·羅梅羅就是情緒最為激動的球員之一。他在被替換下場的時候，徑直走向第四官员，怒斥道：“不能什麼情況都掏牌啊！我們這是在踢足球，簡直離譜！”塞維利亞的主教練阿爾梅達也說：“沒有見過裁判2分鐘就判2個點球，輸球就因為裁判。我們正在讓體育變得專制，這讓我很痛心。去調取音頻聽一聽吧。我從未見過有人能在2分鐘內連續判罰2個點球，明明有 VR。今天的裁判判罰太糟糕了，我反對這樣糟糕的判罰，這也是我被驅逐的原因。賽前我們和裁判有過溝通，我也支持球員和裁判之間保持對話，因為我們都是比賽的一部分，必須要有溝通的空間，不能為了出牌而出牌，這讓我們很受傷。我會溝通，會提出抗議，但我不會辱罵他人，應該找到一個中間立場。不過客觀講，今天的紅牌沒有問題，在禁區裡都直接飛鏟人家小腿上了。而至於2個點球，不是取消了嗎？那有什麼不公正呢？又不是沒有糾正。判第2個點球的時候，球權還在皇馬這邊，那個位置算是絕佳機會了，就這樣吹沒了，連球權最後都沒給。所以足球本質上是娛樂，關於裁判的問題也是娛樂的一部分。最近年末，皇馬和巴薩主席之間的罵仗是越來越升級。拉波爾塔直接說，內格雷拉案是一場有人精心策劃抹黑巴薩的行動。現在塞爾電台在節目中公開了巴薩主席拉波爾塔和前主帥路易斯·恩里克·巴爾韋德在內格雷拉案中作為證人的庭审錄音。3個人在證詞中一致表示，任職期間從未接觸過所謂的裁判報告，也不認識前裁判委員會副主席內格雷拉父子。主席拉波爾塔則將向內格雷拉相關公司支付的款项描述為從前幾屆董事會繼承而來，並且解釋持續的支付是因為認為該項服務對俱樂部有益。那麼最近皇馬主席老佛爺對這件事開炮，拉波爾塔也正面回應，他認為皇馬主席現在的態度源於雙方在歐洲超級聯賽項目失敗後關係破裂所帶來的挫敗感。拉波爾塔說，我看到的情況是皇馬他們患上了巴薩綜合症，而且是很嚴重的，這種情緒正在皇馬主義者的內心深處蔓延。關於這一點，我沒有更多可說的，我們也無能為力。他們唯一想做的就是不斷拉扯這個話題，為一些並不順利的事情尋找理由。拉波爾塔在巴薩的聖誕晚宴上還說，我相信你們都知道我指的是誰，那些長期策劃不斷發動針對我們巴薩隊徽和俱樂部核心價值的抹黑行動的人，對此我們絕不会容忍。正是這些人把權力誤解為專橫，卻毫無格局。正是這些人擁有一個粗劣的電視平台，只會制造謊言，持續不斷地進行輿論污染。如今巴薩退出歐洲超級聯賽了，皇馬現在卻裝起英雄了。他們所做的一切純粹是在作秀，扭曲事實。而今天皇馬電視台也回應拉波爾塔，皇馬電視台表示，如果說真話就是散布謊言，那麼我們會繼續散布謊言。至於巴薩這邊正在進行主席的選舉，候選人豐特表示，拉波爾塔不能只喊口號，他必須起訴皇馬，起訴皇馬 TV。明天巴薩將客場作戰對陣比利亞雷亞爾，老 K 旗幟鮮明地看好巴薩獲勝。現在主教練弗里克並不着急和巴薩續約。弗里克說，關於續約呀，我們要先看巴薩主席的選舉結果。拉波爾塔擔任主席對我很重要。弗里克目前並不希望過早地把教練席的未來綁定得太深遠，一切順其自然才是他目前的態度。今天利物浦客场对9个人的热刺才艱難拿下比賽，今天能贏多虧了上半場33分鐘哈維西蒙斯踩踏范戴克的小腿，裁判直接出示紅牌。93分鐘補時階段，羅梅羅也報復性動作出示第2張黃牌將其罰下。所以今天利物浦主教練斯洛特真得感謝荷蘭同胞西蒙斯，即使紅牌罰下去了，利物浦帶成這樣也是沒誰了。11打11不會踢，11打10也不會踢，甚至到了最後今天是11打9。所以場上利物浦一群球員不知道在忙啥，要不是哈維西蒙斯主動自爆，搞不好今天斯洛特都要被打下課呀。現在利物浦就看斯洛特還有多少運氣能使用。上半場雙方均無建樹，下半場56分鐘維爾茨主攻伊薩克破門，但破門就受傷，隨後就被換下。66分鐘弗林鵬傳中，埃基蒂克頭球破門再下一城。可是多打一人的利物浦竟然在83分鐘被熱刺的里沙利松抓住機會抽射破門。昨天老 K 還真沒說錯，伊薩克、埃基蒂克和里沙利松今天各進一球。這段時間斯洛特認為薩拉赫不在踢得會更好。就今天比賽結果來說，確實如此。薩拉赫如果在呀，還真可能贏不了。上半場是索波斯洛伊踢的邊鋒，打破僵局的時候是麥卡里斯特踢的邊鋒。
這兩兄弟跟薩拉赫主要是跑動和防守上的差距，而利物浦有多少场比賽都是对手主動申請紅牌，斯洛特的運氣真是沒誰了。過去利物浦在克洛普時期9打11頂着黑哨還能壓着熱刺踢，這一次11打9竟然被熱刺壓着踢了8分鐘，硬是一個反擊沒打出來。利物浦的球迷有些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過去扎叔克洛普如果多打一人肯定是壓着对方摩擦呀，最後多半是大比分獲勝。可现在的利物浦反过來，多打1、2個人還被人壓着摩擦，所以雖然贏了，但今天利物浦的踢法是真難看，要傳控沒有傳控，要速度沒有速度，小範圍的配合和邊路快馬都看不到。唯一的優點是斯洛特的事業運好，本來就在下課的邊緣，要不是薩拉赫主動自爆啊，可能一切都會不一樣。所以9打11還被壓着打，如果不是最後門將阿里松連續發揮，搞不好真被9人的熱刺扳平。主教練斯洛特就打不明白人數優勢的仗。不過今天熱刺的里沙利松這是在踢球還是打架呢？85分鐘里沙利松騎在人身上掐脖子，88分鐘对着身後的弗林彭來一下，弗林彭滿嘴鮮血。看完下半場發現里沙利松和熱刺上半場的動作還是收斂了許多的，所以也算離譜，里沙利松應該得2張紅牌吧。蹬踏、踩踏、撿到腳、肘擊，壓在人身上掐脖子。熱刺今天就8個字兒：命留下，3分你拿走。所以利物浦的球員最後能活着都不錯了。对面是在踢球嘛，纯踢人。就这情況，最後誰敢控球啊？最後每個人球一到就立刻開出去。怎麼說呢？主教練斯洛特本身也慫，利物浦的球員也沒體力了，再加上熱刺個個都跟要殺人一樣，不受傷才是最好的。有時候也能理解，看見對面那股子狠勁兒上來，就提着一口氣血拼你。要是老 K 可能也慫，無冤無仇的拼什麼命嘛？所以下半場利物浦換上去的伊薩克和弗林彭都因傷被換下，第一次看到2個被換上來的人接連被換下去，所以活着真好，活着真好。足球場很難出現這樣的接力賽，伊薩克46分鐘換上來，60分鐘換下去把接力棒給弗林彭，弗林彭90分鐘又被換下去，把接力棒又給小傑薩。於是這一場上半場是真無聊，兩邊也不知道在幹啥，下半場更不敢評價，基本都是紅牌、黃牌和犯規。什麼叫菜雞互啄？10年內沒人能看懂這場比賽。還有今天利物浦第2個埃基蒂克的頭球，雙手把背對着自己起跳的後衛給推下去，這球怎麼能吹不犯規呢？很明顯的推人呀。所以人數佔優勢的比賽，利物浦竟然沒機會上年輕小孩，還把主力往死裡用，最後10多分鐘這樣的排兵布陣。什麼時候紅軍利物浦多打2個人需要換幾個後衛守這3分？看的球迷真腦溢血，多打1個人甚至多打2個人還被摁在禁區裡挨打。英超的裁判呀，為了節目效果不出牌，控不住場，就每逢熱刺遇見利物浦，最不缺的就是火藥味，所以總導致這種局面。這也致敬了過去熱刺那著名的2比1，當時贏利物浦是掉了個個兒，利物浦是在26分鐘瓊斯被罰下，若塔69分鐘被罰下，但那一場球利物浦的球員是英雄。說實話，當時的紅牌都挺冤的，可今天的熱刺這一場還是罰下去的太少。過去那場球是孫興敏36分鐘進一個，對面利物浦49分鐘扳平，然後96分鐘補時階段，熱血了一整場的利物浦球員馬蒂普最後不慎烏龍。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我記得那一次利物浦輸球，還有個迪亞斯的進球被黑掉了。雖然最後馬蒂普進了一個烏龍，但那場球的確是紅軍精神的體現。而今天這場比賽甚至不配稱為足球比賽，熱刺在場上就看見幾個野人在行兇。不過兄弟們千萬別以為這比賽的抽象程度已經拉滿，任何時候要謹記，明天還有一場最愛看的曼聯，流量這一塊呀，誰都別想搶。好，球員方面，今天熱刺的哈維西蒙斯心態極其有問題，莫名其妙的暴力行為。紅牌那個球你是能搶到還是怎麼樣？范戴克那麼一個大個兒，你還能穿過他的身體搶球嗎？說實話，紅牌不要緊，但凡這個紅牌是個戰術犯規或者什麼的也可以，還有點作用。但今天這個動作不是蠢是什麼？而且除了這次犯規之外，在球場上的表現也一言難盡。身為荷蘭球員，打利物浦直接對着荷蘭隊自己國家隊的隊長一個惡意犯規。西蒙斯，你也真不怕下一次國家隊訓練？你一進門就發現加克波、范戴克還有格拉芬貝赫一人拿着根鐵棍等你嗎？還有熱刺的羅梅羅跟曼聯的逼費很像，經常指揮交通，噴了半天隊友，結果自己失誤，球在自己腳下丟了。當然羅梅羅拿球站着不動是叫中場球員過來靠近接球，確實中場的後腰應該回撤靠近後場來拿球，可是每一場每一次拿球從來沒有人聽他的。好在帕利尼亞上來之後，熱刺的出球和進攻明顯變好，後面也有那麼多機会。而羅梅羅呀，這個球員不是那種傳統的暴脾氣，有些人是一點就着，
但羅梅羅屬於把不順心的事兒一件一件裝心裡，然後自己越想越氣，最後爆發。看他踢比賽就是在攢怒槽，肉眼可見逐漸紅溫，如果攢滿了就直接紅牌下场。還有上場替補10分鐘的里沙利松，進了球之後，當時比分是1-2，結果在人家門裡面又是掐脖子，又是出來挑釁一下索博斯洛伊，瞪着大眼睛耽誤時間，也不想着趕緊扳平比分，就在那兒挑釁，不知道的還以為3-2絕殺了呢。總之老 K 過去也說過，里沙利松進球好像熱刺就沒贏過，而利物浦這邊替補了15分鐘的伊薩克真的運氣太差，好不容易破了球荒，結果馬上受傷。像這種射門完了，對方來個剪刀腳，根本沒手腳。誰要是被個1.93米的大漢剪刀腳還崴了一下，能遭得住啊？伊薩克這竹竿一樣的腿看着都疼，只希望傷不重，人沒事能早日康復。這剛進球就受傷啊！伊薩克的事業運也太差。哎，看到他進球後捂着腿倒下的瞬間，老 K 真是揪緊了心。進球的光芒還沒散去，傷病就來搗亂，心疼又無語。而另一位進球的埃基利克本來應該表揚，可這脫褲子慶祝如此不雅，老 K 當時就怕裁判看 VR 給他一張紅牌，就想起阿諾德如果還在呀，這倆是完美搭檔。過去66號公路阿諾德也是66分鐘進球的時候，慶祝動作同樣脫褲子，只是一個露前面，一個露後面。可惜阿諾德去了皇馬，這要還在利物浦的話呀，慶祝動作不分上下，兩人高低還得再開一局。OK， 今天維爾茨終於在場上有助攻了。在紅軍利物浦打短傳傳控方面，他的處理球明顯比其他人水平高，只可惜主教練斯洛特給畫的傳控的餅他自己都不会。今天两隊加起來沒有幾個球員踢得正常。維爾茨值得表揚，利物浦現在想打傳控，問題是你得有戰術，得有平時的訓練呀。希望小土豆維爾茨跟斯洛特好好交流一下，如果不會就教教他。而今天的索博斯洛伊仍然场场打滿，累癱了。可是没有右後衛，讓索博去踢，他壓根就沒有什麼防守能力，傳中也不會，跟人也跟不住，失誤有些多，被斯洛特用得太狠。現在索博感覺已經在機械化的執行命令，像里沙利松直接不盯，這一球一丟啊，把球迷看得都緊張了。索博在利物浦屬於沒有功勞有苦勞，確實是工兵踢法，帶球缺乏變化，起球也不是很穩定，但是每個球隊都需要他這樣的工兵，尤其是英超，純技術流的中場在英超沒幾個玩得轉的。索博今天抗議里沙利松鎖喉埃基蒂克沒有黃牌，結果自己吃了張黃牌。下一場終於可以停賽休息一下，希望養好了狀態的索博再回來的時候可以煥然一新。那麼贏下這一場，利物浦在積分榜上比曼聯多打一輪，已經追到了第5。現在進球就因傷被替換下場的伊薩克，利物浦初步懷疑他是小腿受傷而不是膝蓋，現在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受傷程度的進一步檢查。另外，希望布拉德利的傷勢也不嚴重。至於維爾茨，只是抽筋兒，但也需要通過掃描來確認。有意思的是，在賽後啊，熱刺的主教練接受採訪，還認為熱刺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弗蘭克說，關於哈維西蒙斯的第一張紅牌，我認為我以前見過這種情況被出示紅牌，我不喜歡這種類型的紅牌，因為如果那都算紅牌的話，我覺得足球這項運動就完了。我不認為那是一次魯莽的鏟球，也不認為使用了過分的力量。場上裁判的判罰是黃牌，所以這也是我認為那不該是紅牌的原因。包括羅梅羅的第2張黃牌，你需要一點比賽的感覺。兩個強壯的球員在對抗，科納特從羅梅羅的身上衝過去，腳落在了羅梅羅的頭上，卻沒有黃牌。隨後羅梅羅有一個小動作，但從比賽感覺上來說，我不認為那應該是第2張黃牌。而我們熱刺依然堅持住了，在應對這些情況方面做得很好。而利物浦進的第2個球，在我看來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判罰失誤，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任意球。之後我們把比分追到2-1，而且持續強攻。我認為我們也確實創造了一些很好的時刻和機會，有可能把比分扳成2-2。所以我從熱刺身上看到許多優點，有很強的鬥志。同時，當你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往往會激發出額外的決心。球員們今天展現了非常強的鬥志、心態和活力。這一點我真的非常喜歡，好吧，這場熱刺確實太鬥志了。利物浦進的第2個球確實不該算，而熱刺隊也確實不應該只有2張紅牌。另外，咱們必須聽聽斯洛特的賽後採訪，他在向記者解釋為什麼在人數佔優的情況下會出現那種局面。斯洛特說：“是的，那一點確實是真的，只是如果我試圖解釋為什麼會這麼困難，之後人們又會說你給未來的對手透露了太多。”所以我覺得紐卡斯爾做了什麼，熱刺做了什麼，其實都很明顯，但或許我還是不該說。所以光頭斯洛特這句話的意思是，熱刺太兇猛、太野蠻、太殘暴。
之所以紅軍在這種情況下被動丟掉了軍心士氣和精神氣質，責任跟斯洛特無關，完全是過去紐卡斯爾和熱刺太殘暴所致。好的，本場比賽送出了首次英超助攻的威爾茨當選為利物浦队內最佳球员，這也是本賽季他第2次被評為利物浦隊內全場最佳，僅次於索博斯洛伊的5次和格拉芬贝赫的3次。今天這一場也是热刺队史上第2次在英超主场2人染紅。上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是2023年11月對陣切爾西的比賽。有意思的是，當時也是羅梅羅同樣被罰下。上一次打切爾西，熱刺被罰下2人，當時那場球戴爾還進了一個，結果被吹越位。那麼本賽季利物浦在英超的對手已經有4次染紅牌，比其他球隊至少多了1倍。所以利物浦為何一直被尊稱紅軍？這主教練斯洛特來了呀，大家才知道了答案。還有本賽季利物浦得到的对手4張紅牌，不少都是对范戴克的脚犯規。也不知道老范的腿到底有多香，有什麼魅力，就靠他一個人就引誘了2張紅牌。而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保斯洛特。大家江湖上一见都是保斯牌，同志见同志，两眼淚汪汪。好，今天另一場英超，曼城果然對阿森納窮追不捨，3比0主場痛快地將西漢姆聯拿下。開場僅僅5分鐘，哈蘭德就進球，隨後38分鐘又助攻一個，萊因德斯小角度勁射破門。下半場風雲突變，西漢姆聯隊攻勢一度有起色，可是69分鐘，哈蘭德一腳抽射破門，鎖定勝局。接下來的7天，曼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所以本場哈蘭德和福登都踢滿了。而今天的比賽，对面帕奎塔的作用太大，當把他換下去，鐵錘幫連球都摸不到。要不是隊員們想給哈蘭德餵個帽子戲法，曼城大可以倒腳直到結束。所以西漢姆聯隊不作不死，莫耶斯帶得好好的，換什麼教練，結果就這樣了。現在莫耶斯去了埃弗頓，帶的也挺好的。每次西漢姆聯打曼城總是好兄弟，總很大方的送出3分，有時候還能痛擊曼城的競爭對手。可這一次的西漢姆聯主要後防線太差了，2個中後衛比邊後衛更靠前，然後4後衛5後衛的亂轉，一點默契都沒有。西漢姆聯的陣容鋒線肯定能進球，本場也有好幾個機會，無奈對面門將多納魯馬太強，自己也沒把握住。但更關鍵的，西漢姆聯的後防線太坑了，導致丟球太容易太簡單。今天的曼城，努內斯已經連着2場踢回後腰，所以他現在就是曼城自己的卡馬文加。每當曼城缺邊後衛，他就是邊後衛；每當曼城缺後腰，他就是後腰。每當主教練離婚嘛，努內斯你能不能上？哈哈，努內斯啊，上賽季每到關鍵時刻總會失誤一下，這個賽季明顯穩定多了，失誤也減少了。現在就是曼城隊裡的萬金油，面對逼搶，他能拿住球，左轉右轉還能不丟，腳下技術是真不錯。他的特點有速度，盘帶也可以，有一定的傳球能力，腳下活也細，就是有時候吃不住壓力。記得有一年，努內斯跑出過英超第2的速度。上賽季在踢完切爾西以後，努內斯的狀態就穩步回升。他之前是左右的邊前衛、中前衛、左邊後衛、前腰後腰都踢過，最近有機會坐穩了右邊後衛，就一路長球。他現在失誤少的情況下，就感覺兢兢業業，防守挺穩，進攻時能夠插內部的空當，也能作為邊路和隊友配合，然後在45度傳中炸後點找哈蘭德。這是曼城右路現在的基本套路。進攻屬性方面，努內斯挺強，防守之前許多不好的防守習慣也改了。這個球員未來在場上咱們得多看看。簡單說，他正在競爭右邊後衛的世界前10或者前5。在談到轉型的過程，努內斯也說呀，當我開始踢邊後衛的時候，在那之前我已經踢了1個半賽季的中場和邊鋒。一開始我會覺得這樣並不能給我帶來穩定感，因為我需要不斷去適應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說，起初我的想法有些固執，但在我聽取了許多人的建議，並且和我的心理醫生溝通之後，我逐漸意識到，這只會讓我成為一名更全面的球員，也會讓我的比賽內容更好。所以如果主教練把我安排在中鋒位置上，那麼我就會努力比其他人進更多的球，這就是我現在給自己設定的目標。事實上在曼城啊，他除了中後衛、中鋒和門将沒踢過，其他位置都踢過。瓜迪奧拉听了這番表態肯定很高興，小伙子可以，還有開發的餘地。所以對比利物浦的索博斯洛伊，這是一對苦命鴛鴦，一個本來是中場，被迫拉去踢右邊後衛，一個本賽季剛剛踢明白邊後衛，又被拉去踢中場，再加上皇馬的巴爾韋德。不過問題是努內斯的中場踢得真不錯，好幾個攔截和回旋過人啊。好，哈蘭德本賽季英超19個球，歐冠有6個球。那麼如果不受傷，哈蘭德本賽季很可能刷新自己的36球進球記錄，而且歐冠要是走得遠，還有可能爭取個金靴。不過必須說，現在進球已經不是哈蘭德的驚喜了，
驚喜的是，他真的在完美的融入曼城，回撤做支点，願意補防到自己禁區去當中後衛，而且在英超的助攻已經有4個，比許多中場球員和邊鋒都要多。性格還這麼的謙遜，場上場下都挺完美。所以對這種有自驅力的球員，給哈蘭德10年合同就是對他最好的獎勵。在場上他還能一直保持高壓逼搶，這樣的身高能夠保持高壓參與逼搶真的不容易。就唯一曼城沒有人能夠傳好球給他，許多時候放空了都沒傳。好在魔人布歐性格好，也不生氣。他現在真的是又猛又穩定又持久還低調。在曼城的進球和助攻場均已經1+以上，已經是歷史級別的中鋒。過去队友德布勞內和羅德里在的时候，他只需要跑，是個非常優秀的突前前鋒。可現在有头球有傳球還能策应，真正的全能中鋒。今天雖然進了2個，但仍然略顯失望。有幾個機會沒有把握住，還有幾次隊友不是傳大了就是傳小了，感覺有些疲勞呀。這3天2賽的，連帽子戲法都沒戴。恐怖的是他只有12次觸球，這樣的效率，12次觸球2個進球1個助攻，強到原地退役呀，都可以進英超的名人堂。目前在英超的助攻榜上，他已經攀升到了并列第4，真的有些變態。現在英超進8個球就能排射手榜第3，哈蘭德竟然已經進了19個。好，今天還有個大好消息，賴因德斯終於找到感覺了，在場上就是第2前鋒，無球跑動給哈蘭德拉開空間，就看到他一直在那兒鑽，防守球員不能不跟啊。不過跑位可以，防守卻不太積極，進攻方面不停的攪和，不停的前插，對面是防不勝防。那麼現在哈蘭德和皇馬的姆巴佩，感覺這倆已經讓足壇進入了新的絕代雙驕時代。哈蘭德在英超聯賽中打入了103球，追平 C 羅的英超總進球數，而哈蘭德僅用了114場 ，C 羅用了236場。這主要因為職業生涯前段在英超 C 羅只是邊鋒。不過客觀說，哈蘭德的場均進球率接近 C 羅英超時代的2倍，他正在用驚人的速度改寫着英超的進球標準。另外，姆巴佩在加盟皇馬後的第1個完整自然年就打入了59個球，這也追平了 C 羅在皇馬創下的單自然年度進球紀錄，複製了巔峰 C 羅在皇馬的核心成就，年度最佳射手。哈蘭德跟姆巴佩同時閃耀，以 C 羅的數字作為偉大的標尺，他們各自正在用恐怖的方式丈量並且跨越這些標尺，這真是一個屬於進球紀錄的瘋狂時代。那麼今天呢，阿森納頂住了壓力，在曼城3-0先贏1場的情況下，阿森納客場1-0戰勝了埃弗頓。上半場先是蘇比門迪的抽射造成了險情，然後澤凱賴什通過點球破門。下半場特羅薩德和蘇比門迪又先後擊中立柱，最終憑借防守，阿森納在客場1-0全取3分，緊隨其後又重新登頂了積分榜榜首。那麼在客場面對埃弗頓的防守策略和防守質量，誰來都難，並且已經到了聖誕，阿森納想保持一整場大幅度的跑動和協防那很難，所以今天控球略顯保守。而阿爾特塔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下半場埃弗頓的防守明顯下滑，阿森納下半場機會很多，可惜運氣稍微差一點。而今天換人之後上來的馬丁內利和熱蘇斯讓球迷略顯失望，特別是熱蘇斯真的可能身體已經廢掉了，梅里諾上來踢替補中鋒都比他強，也包括今天的賴斯特羅薩德也跟過往比相形見拙，狀態不好。3天以後阿森納聯賽杯1/4決賽對陣水晶宮，所以想着後面還有3場比賽，非常的累。周中聯賽杯要輪換的主力，這場就多踢一會兒。熱蘇斯靈性還在，但身體已經確實不適合再踢中鋒了。不過在場上仍然給對面的中後衛制造了很大壓力。有熱蘇斯，阿森納在禁區內的控球明顯機會增多，可老問題沒有終結能力。不過澤凱賴什在場上的時候呢，球又幾乎進不了禁區，所以熱蘇斯的小技術確實頂，靈氣確實有。2個巴西兄弟在對面的禁區內倒腳玩，還和薩卡互相傳球，真就玩起來了。盘帶還在，就是射門能力過於感人。一直以來熱蘇斯最大的短板就是射門技術，可能還不如他的頭球。至於阿爾特塔不喜歡換人，老 K 覺得這是教練的風格。如果真像球迷想的那樣，總是換許多人，結果卻像利物浦一樣場面失控，那到底你是罵他還是誇他？所以一切足球是以結果論。我倒覺得現在阿森納的打法越來越成熟，經驗是越來越足，人員儲備也充分，強對話也好，踢弱隊也好，總是絲毫不落下風，該拿下的比賽都拿下來了。現在在英超每拿1個冠軍，甚至拿亞軍都是非常難的。現在英超中下游的球隊，不管打哪個強隊，衝上來就想咬你一口，不要命的衝擊你，
卯着勁兒就想把你拉下馬。所以這種情況下，阿森納總能咬牙硬頂，每場比賽都繃緊每一條神經到最後1分鐘。今年真的是阿森納最有希望的一年，也許拿到一次冠軍就能捅破那層窗戶紙。英超各隊的實力差距本來就小，主客場的因素又被放大，任何球队在客場都非常艱難。阿森納最近2場運動戰0進球，如果你說沒贏吧，那確實不高興。結果來看，都是客場拿到3分加上0封，所以這個賽季的英超爭冠也許非常激烈，非常好看。半程都快打完了，前2名的積分差距很小。過去習慣了美麗足球的阿森納球迷，現在看這樣的功利足球，確實有些煎熬。可是再想想20多年無冠，你到底是想要拿冠軍呢，還是要水銀泻地的進攻？好吧，今天2次擊中門柱，配合打得還是非常漂亮的，打進哪怕1個也不用那麼緊張。其實上賽季的利物浦領先了之後，也是倒腳放慢節奏。阿森納現在1比0就開始倒腳，這也是因為英超的賽程確實太密集，如果每場都衝刺都累死，那冠軍肯定會越飄越遠的。只是說阿森納和曼城相比較，阿森納有一種強弩之末的感覺，而曼城的後續雖然賽程更差，但曼城一旦找回熟悉的節奏，很難剎住車。大家都知道瓜迪奧拉的球队動不動就3比0、5比0的，所以阿森納如果僅靠當前這種方式贏球，很難保證每一把都能實現3分。所以想跟瓜迪奧拉的曼城競爭，這種壓力和壓迫感太大了。以前利物浦的克洛普也只拿到1次冠軍，阿森納現在就根本沒有容錯空間，場場都是高壓局。總之，瓜迪奧拉的曼城在联賽穩得太恐怖，想拿冠軍，阿森納幾乎不能丟分，也不能在直接面對曼城的對話當中輸球，同時還要應對傷病和多線作戰等等問題。目前的賽程，阿森納是平都平不起，這就有顯得想拿1次英超冠軍的難度有多大。也就希望最終阿森納拿到冠軍之後，這份成就感就越足。今天比賽裡的厄德高終於找回滿狀態啊，必須表揚！串聯、組織、回撤、接球都沒毛病，直塞依舊是彰顯功力，有幾腳傳球穿透力極強。特羅薩德那個門柱就是厄德高分出來給的賴斯，蘇比门迪那個門柱是厄德高倒三角給的空位。上下半場2次直塞被廷貝爾和薩卡搶了。厄德高今天有幾次帶球向前傳球都非常棒，分球非常及時，而且還有突破，這就讓阿森納的反擊流暢多了。過去阿森納曾經有罗西基能中能邊，厄德高今天已經把羅西基過去的特點發揮出來，站位也挺好。可惜有些運氣問題，全隊都在浪費厄德高今天創造出來的機會，所以今天得稍稍的批評一下薩卡，在最後一腳處理上今天問題很多，射門的感覺沒有了。作為當家球星，今天踢得又差又毒，在右路的威脅不太夠，也就下半场稍微找到點感覺，有幾次突破還可以。薩卡在英超踢得太久了，套路早就被摸透了，感覺和廷贝爾的配合，2個人的配合沒有過去本懷特好。總之，現在薩卡在右路的威脅不如馬杜埃凱。馬杜埃凱近期表現越來越優異，而薩卡自從官宣向女朋友求婚成功以後，狀態就有些差。而且每场比賽啊，薩卡有1半的精力都在盯着跟裁判較勁兒。所以出現這種結果的問題，是不是本懷特不在？因為本懷特是輔助，他基本不占薩卡的活動空間，而廷貝爾就不一樣，廷貝爾也許跟馬杜埃凱的配合會更好。今天的比賽仍然是中場賴斯當選阿森納隊內全場最佳，髒活累活都是賴斯一個人幹了，出現在球場的任何一個位置上，防守總能到位，進攻也積極，還有威脅。賴斯的精神力和意志品質真的好，是阿森納最想贏球的球員，也是最配當隊長的。上一場球踢完，賴斯發了飆，這位26歲的英格蘭中場核心，看得出來他是真的太在乎冠軍的榮譽，太想拿了。那麼值得一提的是，阿森納又拿到了聖誕冠軍，近4年有3次在聖誕領跑，而這也是他們第5次獲得英超的聖誕冠軍，但此前4次最終均無緣奪冠。就希望事不過4，這一次真的不要再沒4找4了。今年的冬至，所以可以稱為冬至冠軍。老 K 過去在帶着兒子看過阿森納阿爾特塔那一次著名的紀錄片之後，就非常希望阿爾特塔真的拿1次聯賽。OK， 今天另一場強對話，紐卡斯爾聯隊主場最終2比2戰平切爾西。上半場剛剛開始20分鐘，沃爾特馬德就梅開2度，2比0領先。下半場49分鐘剛開始，里斯詹姆斯任意球世界波扳回1球。66分鐘，若昂佩德羅利用個人能力扳平比分。今天有一说一啊，裁判還是比较公正的。上半場福法納的無意手球，還有下半場查洛巴對戈登的正常的身體對抗卡位，這都不是點球。
但是最後詹姆斯那一下呀，個人覺得可以吹。不過如果吹，可能是紅牌。里斯詹姆斯拉了一下就鬆手了，這個球的判罰倒是可以商榷。今天的切爾西踢得很迷，全場拿球都給加納喬，這應該也是紐卡的戰術，故意把加納喬給放空，人家故意不防他，所以他那裡總有空當。但是今天內托也不行啊，加納喬起碼還能射門。當然對內托紐卡斯爾是重點防範，一直是兩人包夾，所以根本打不了。紐卡斯爾對切爾西是真有研究，全場放空加納喬，所以切爾西全隊的進攻尋找點就是加納喬，但進攻的終結點也是加納喬。加納喬埋頭猛攻了一整場，真沒起到什麼作用。這就是曼聯球迷放走了21歲的加納喬卻一點不心疼的原因。他的人球結合太差，上線一眼能望到頭，有時候能夠靈光乍現有一腳兜射，可是過人全靠蒙，帶球沒有視野，傳球全看感覺。加納喬過人只有2個招牌動作，一個是50-50的對角球，球如果往對面蹦，那麼過人成功。第二招呢，就趟大了对面解圍，踢加納喬身上又蹦回去了，過人也成功。上賽季的曼聯沒有邊鋒了，常常首發加納喬，硬是餵了10個球。其實如果換正常人，早就進了20以上啊！這孩子只有加速件，連方向件都沒有。本賽季到了切爾西，出場了18次，對他的切身體會，藍軍球迷還略有不足，不妨再多用1-2年再看看。而本場切爾西讓二追二，最大的功勞里斯詹姆斯老隊長，特別是這腳任意球，極強的左旋和下墜，直掛球門左門柱，世界波呀！現在馬雷斯卡的陣型，里斯詹姆斯是真的坐穩了後腰，比他會防守的進攻沒他好，進攻比他好的防守又沒他好，踢起來有點中場核心的感覺，搭檔凱塞多有點意思。而今天終於讓恩佐休息了一下，但下半場趕緊換上來，又替補打了36分鐘，有他沒他，切爾西真是兩個樣子。不過最後那個丟失球權差點導致被絕殺，除了那個丟球權，其他表現蠻好的。還是要和帕爾默踢雙前腰陣型，切爾西的陣型才能推上來。而帕爾默今天沒有發揮出最佳水平，有幾個護球和挑傳還不錯，但狀態得趕緊恢復，防守不太盡力，進攻有推進有分球，但也沒有創造絕佳的機會和進球。對抗方面有些軟，可能也是受限於剛剛傷癒復出。至於凱塞多，本場傳球總數53，精準傳球46，搶斷3次，攔截5次。被犯規4次，作為防線最後一人完成搶斷1次，還有過人2次，均為全場最高。一般的球員呀，越踢體力越下降，表現越差。可是到了凱塞多完全相反，越踢越猛。下半場作為單人後腰的位置，把搶球、防守、洗球、出球一個人全幹了，重炮遠射也是失之毫釐。70多分鐘那一腳啊，就差一點兒。凱塞多的身體對抗強對面的吉馬良斯和托納里一個檔次。而且本場最強的還是一腳出球和擺脫，踢的就像西班牙國家隊的中場球員一樣。他作為後腰的防守技術，作為前腰的拿球制造威脅的技術，還有大師級別的洗髒球的技術，以及野獸般的身體和出色的柔韌性，凱塞多強無敵，在後腰位置屬於最頂級了。而對面紐卡的沃爾特馬德剛到紐卡不到半個賽季，已經有9個進球1個助攻，一個他，一個利物浦的埃基蒂克，妥妥的可以代言出口到英超的德甲球员。门前嗅觉真是銳利，伊薩克能幹的他都能幹。而且明年世界杯作為德國隊的中鋒，沃爾特馬德是最佳射手的有力競爭者。今天其他的比賽，布萊頓0-0戰平桑德蘭，伯恩茅斯1-1戰平伯恩利，狼隊0-2輸給布倫特福德，利茲聯隊4-1戰勝水晶宮。老 K 昨天的預測全對呀，只是意甲方面，羅馬隊客場1-2輸給尤文圖斯，這一個沒猜中。羅馬隊本賽季已經連輸國米、AC 米蘭、那不勒斯和尤文，4場只打進了1個球。至於尤文，近7場比賽取得了6勝，意甲排名已經上升到第5，越來越找到感覺了。今天開場44分鐘，坎比亞索助攻，小孔塞桑低射破門。下半場孔塞桑因傷被換下。70分鐘，麥肯尼傳球，奧彭達收穫個人意甲首球。隨後75分鐘，羅馬隊這邊埃文·弗格森射門被撲出，巴爾丹奇補射建功。這一場2-1，可以看得出尤文全隊開始有一些化學反應了。斯帕萊蒂來了之後，效果逐漸出來，球隊也肉眼可見的有所提升。最關鍵是對面羅馬本賽季硬仗是1場沒贏過，沒辦法，羅馬隊只能認清自己的定位，差不多就得了，能進前4就不錯。本賽季的意甲，所有前13名的球隊，最多的輸球場次也就6場，而羅馬隊已經輸了6場球。當然了，國際米蘭也不怎麼樣，除了贏羅馬，其他的硬仗也全輸。對了，關於皇馬，今天有個有意思的事兒。前拜仁球星里貝里回憶起過去對陣皇馬的時候，跟卡瓦哈爾的一次衝突。
當時里貝里和卡瓦哈爾發生衝突以後，佩佩和拉莫斯兩個人的眼神都想要把他給殺了。里貝里笑着說：“我當時衝着卡瓦哈爾大吼，最後甚至扇了他一記耳光。從那之後，拉莫斯和佩佩就盯上了我，處處找我麻煩，把我踢得苦不堪言。每次我一碰到球，他倆看我的眼神都像要把我殺了一樣。那場比賽早就不關乎勝負了，更像是一場生存之戰。佩佩完全不盯球，一門心思就盯着我。”在他們面前根本沒有任何喘息的余地，連1秒鐘的放鬆都做不到。哈哈哈，里貝里也是狠人呀，扇了人家的耳光還挺自豪。可惜那個時候足球比賽沒有 VR， 否則肯定罰下去了。不過當時的這一張世界名畫，里貝里還是很懂的，早就無關比賽的勝負，人家就是想殺了你。怎麼着，你還委屈上了？最近里貝里正在意大利考教練證書，所以培訓的期間造訪了 AC 米蘭基地。關於里貝里啊，他自己還曾經自曝說家裡面有位祖先來自於遙遠的中國，是一位皇帝，所以球壇有句說法，里貝里就是過去建文帝的後人。那麼最近 C 羅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自己蒸桑拿之後的照片，客觀講40多歲的他和10年前的身材沒有什麼區別。明天的英超阿斯頓維拉對曼聯，真不敢猜呀。不過硬着頭皮，老 K 仍然猜曼聯不敗。西甲赫罗納对马德里竞技，比利亞雷亞爾对巴薩，這2場球要小心，很可能會爆冷。好的，朋友們，感謝大家的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那麼咱們明天再見。